我给公司招了个幽灵员工，这员工不上班，也从不打卡。我每个月就顶着他的名义跑去财务那白拿4500的底薪加全勤，考勤表我编的，工资单我拉的，连这人的身份证都是我找人全网搜图硬批的。就算老板心血来潮查岗，我也能面不改色说他病了，或者在外头跑业务。敢这么瞒天过海，全凭我们这破食品厂管理烂到根子里。老板抠门要死，员工来回换，车间里的人连互相名字都叫不全。整整3年，靠着这个假人，我硬是薅了10几万的羊毛。这些钱一分不剩，全换成了我女儿的先天心脏病救命药。本打算下个月给女儿凑齐手术费，就把这假人做离职，彻底收手。谁知就在昨晚出大事了，这个叫李珊的假员工竟然出事故了。凌晨3点，枕边的手机疯狂震动，一把将我惊醒。屏幕上一闪，居然是厂长张建国。我心里猛地一咯噔，这铁公鸡平时微信都不发，大半夜找我干嘛？我蹑手蹑脚爬起来，瞄了一眼熟睡的女儿，躲到阳台接通电话。刚接通，电话那头直接砸来张建国吓破胆的狂吼：林晓，你招的都是些什么瞎眼蠢货？那个叫李珊的夜班违规操作绞肉机，整个人都卷进去了，捞出来的时候都他妈碎成渣了。我脑子里嗡的一下，像被大铁锤当头狠砸，双腿瞬间发软，直接瘫在阳台冰凉的瓷砖上，全完了。这是我脑子里的唯一念头。李珊明明是我捏造的假人，她怎么跑去上夜班？更不可能被绞肉机生吞活剥。林晓，你说话呀，哑巴了！马上给我滚到厂里，天亮前必须把这破事死死压住。我浑身止不住哆嗦，死咬着嘴唇才没叫出声。既然李珊是假的，那死在机器里的碎肉到底是谁？但这天大的秘密，打死我都不能往外吐半个字。一旦抖出李珊是假人，吃空饷的事直接大白于天下。到时候我不光得蹲大牢，女儿的救命钱也彻底断了。为了女儿，我只能硬着头皮死撑到底。张厂长，我马上到。凌晨的阴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割肉。刚赶到厂里，车间外头已经扯起了简易警戒线，几个夜班工人缩在墙角抽烟，正在嘀嘀咕咕。我根本不敢往车间看，一头扎进2楼厂长办公室，门一推，刺鼻的烟味直接冲脸。张建国正焦躁地转圈，见我进来，猛地把烟头砸我脚下。你是死人吗？磨磨蹭蹭的。沙发上还坐着我的死对头行政王丽，这会儿正死盯着我上下打量。林晓，出这么大人命，你这个管招人的可跑不掉。我全当没听见，强装镇定盯住张建国。张厂长，现在到底啥情况？报警没？张厂长猛拍桌子，眼睛通红。报个屁警！下周安监局大检查，这节骨眼搞出人命，厂子干不干了？停产整顿加罚款，老子直接破产清算。那您的意思是？私了。张建国转身死死盯紧我。人是你招的，档案在你手上，现在立刻去查紧急联系人，马上找家属，天亮前把人弄来，花多少钱都得逼他们签谅解书，赶紧把事情彻底处理掉。听到紧急联系人这5个字，我后背嗖地窜起一层冷汗。贾李珊的档案表上，紧急联系人填的可是我自己的备用手机号。我正考虑怎么办，张建国恼怒道：还傻站着干嘛？滚去查呀！王丽皮笑肉不笑地凑上来补刀。是啊，林晓，动作快点。我记得李珊是你亲手办的入职，3年了，我都没认清脸，你肯定跟他熟得很吧？这话一针见血，狠狠扎准我的死穴。他绝对起疑心了，毕竟李珊从不打卡，每个月的出勤全是靠我偷偷手动补的。行，我这就回工位查。扭头走出办公室，反手关门的瞬间，双腿彻底软掉，差点跪下。这下我彻底没退路了。如果假装打不通备用号，张建国绝对会报警找人。警察一接手，查明死者根本不是李珊，我吃空饷的罪证立刻大白于天下。可要是打通了，难道真能变出个家属来？火烧眉毛之际，我脑子里突然飙出一个极度疯狂的念头。张建国为了压下黑幕，可是亲口放话花多少钱都行。这种见不得光的致死工伤，按现在的黑市行情，私了少说也得100到150万起步。既然机器里那堆烂肉身份不明，既然李珊是我凭空捏出来的幻影，那我干嘛不找个活人冒充家属，直接把这100万赔偿金收入囊中，这样死者身份被彻底抹除，张建国买到了平安，我也能顺理成章拿到女儿的救命钱。脑子一转到这儿，心脏疯狂狂飙，血液全涌上了头顶。这可是拿命在赌，赌赢了女儿活命我脱身，赌输了万劫不复死无全尸。我缩回工位，翻出老家表姐的电话。表姐早年混过社会，
废，胆大路子野。最关键的是，他现在被高利贷追着要，比我更急着要钱。电话响了半天才接通。大半夜的招魂啊！我死死压低嗓门，只要你扮成李珊的农村媳妇，咬死要120万现金，事成之后分你40万。电话那头死寂了足足半分钟，只能听见沉重的喘气声。你疯了吧？那可是死人，万一查出是诈骗，咱俩都得把牢底坐穿。表姐吓得直哆嗦。你有钱还高利贷吗？还不上，催收的早晚砍了你的手。老板比咱更怕报警，借他10个胆也不敢查。只要你演的真，拿钱连夜跑路，鬼都查不到。又是一阵要命的死寂，表姐终于狠抽了一口凉气。干了，把李珊的资料送来，我现在就杀过去。挂断电话，我后背的衣服早被冷汗湿透了，冲进洗手间拿冷水猛泼脸，死命拍打脸颊，强装镇定，转身溜回办公室，把编好的谎话倒给张建国。联系上了，死者老婆在乡下，刚通完话，正往这儿赶，差不多7点到。张建国长出一口气，像摊烂泥一样瘫进老板椅。好，人来了直接塞进1楼会议室，千万别让他去车间撒泼。王丽在旁边死死剜了我一眼，办事效率倒是挺快啊。我心里咯噔一下，脸上强撑着没绷。出这么大人命，我赶不及吗？王主管要是嫌我办事不行，一会儿家属来了你顶上。王丽冷哼一声，瞬间闭了嘴。熬过了几个小时的漫长煎熬，早上7点，工厂大门外准时冒出一个女人，穿着洗发白的碎花衬衣，头发乱得像鸡窝，脚踩一双沾满泥的破布鞋，两眼肿得像核桃。还没进大门，干嚎声就震彻了半个厂区。李珊啊，你怎么走得这么惨啊？留下我们孤儿寡母可怎么活呀？看着表姐这影后级的演技，我嗓子眼里的心总算落下一半。张建国急得直跺脚，赶紧招呼保安把人请进保密会议室。会议室里就剩我、张建国、王丽，还有正哭天抢地的表姐。大嫂，你先冷静点儿，人死不能复生。张建国狂抹一把冷汗，直奔主题。这事儿是我们厂监管不到位，我们愿意给补偿。表姐猛地抬头，眼神狠得像头护犊子的母狼。补偿？人命你们拿啥补？我要报警，让警察封了你们这黑心破厂！一听报警俩字，张建国的脸刷的白了。别，大嫂，有话好商量。走法律程序也是拿钱，还费时费力。张建国张开一只手，50万，咱们私了，咋样？50万，打发叫花子呢！我老公那可是一条命，150万，少一子儿，我现在就死这儿！两人立刻展开一场极其窒息的疯狂砍价，最后赔偿金死死咬在了120万。120万行，但必须签保密协议和谅解书，拿钱立马拉人火化。以后绝不能再来闹事。表姐装模作样犹豫了一下，狠狠点了个头，成，见钱签字。事情顺得邪乎，顺得我都有点发毛。张建国立马安排财务筹钱，往表姐给的卡里打款，只要这钱一到账，这场雷就算彻底排了。谁知就在这节骨眼，一直冷眼旁观的王丽猛地站了起来，她逼到表姐跟前，死死盯了几秒，突然冷笑出声：“嫂子，我是管行政的，按规矩领这么大笔钱，得核对下您的身份证和结婚证。”我心里咯噔一下，连呼吸都停了。结婚证是找人连夜赶工的假货，看着挺真，可王丽要是一上网查，绝对露馅儿。表姐脸色明显一降，但一秒切回撒泼模式。看什么看？我男人都死了，你们想赖账是不是？一边破口大骂，一边从内兜掏出那本连夜搞来的假结婚证，啪的拍在桌上。王丽抓起结婚证，翻开扫了一眼，紧接着就抛出一句让我如坠冰窟的狠话：李珊，85年出生，户口在玉神平山县。王丽阴阳怪气的念着信息，突然猛地盯住我，眼神毒得像蛇。可是林晓，我昨晚太好奇，托派出所的同学顺手查了一把。王丽压着嗓子，咬着后槽牙放话：他们告诉我，这世上根本没有李珊这个人，这人要么有问题，要么根本就是你编造出来的。会议室的空气瞬间死寂，张建国傻了，表姐也愣了。王丽死死锁住我，嘴角咧开一抹残忍的冷笑。林晓，你到底在捣什么鬼？那个死在车间里的人究竟是谁？整个屋子死一般的鸦雀无声，
王丽死捏着那本假结婚证，就像掐住了我的死穴，满眼都是恶毒的痛快。张建国急躁的老脸瞬间变成猪肝色，猛地扭头怒视我。林晓，这他妈到底怎么回事？我脑子此刻 CPU 疯狂燃烧，冷汗顺着脊骨往下淌。要是吐实情，我就彻底完犊子了。不光我完蛋，病床上等救命钱的闺女也活不成了。人被逼到死角，求生欲简直能爆表。我死命掐了一把大腿，强逼自己稳住，猛地一抬头，满脸震怒地瞪向表姐。李珊的身份证居然是假的！我直接飙高音，装得比王丽还要震惊。入职时他拿的可是2代正元将，连机器都能刷过，怎么可能是假货？表姐混社会这么多年，绝对的老油条，愣了半秒不到，立马顺着我的戏开演，猛地一屁股瘫在地上，再次开启撕心裂肺的干嚎模式。这日子没法过了，我早就劝他躲债不能搞假证，他偏不听啊！表姐边哭边指着王丽的鼻子泼妇骂街：“你这毒妇，人都碎了，你还要去陷他的牢底，不怕坦白？我男人在老家欠了一屁股网贷，天天被催收泼红油漆。为了出来打工赚钱，花500块在天桥底下找人办了张假证。我们本来就见不得光，你们现在拿这破事欺负我们孤儿寡母，是不是？”表姐这套连招撒泼，直接把王丽骂懵逼了。王丽张嘴急眼了：“你撒谎！如果是假的，怎么可能连机器都骗过去？”都给我闭嘴！一声雷鸣暴喝，硬生生打断了王丽。居然是张建国。张建国此刻眼珠子红得滴血，像看杀父仇人一样死盯着王丽。张建国逼近王丽，咬牙切齿的一顿狂吼：“王丽，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我现在在乎的是那人到底叫啥名吗？我在乎的是这破事儿能不能压下去，这破厂子能不能保住，管他是不是黑户，就算是个连环杀人犯，他也是睡在我的车间里。你非要把警察招来，把他祖宗18代刨出来，是不是想把老子的厂子搞垮才开心？”王丽被喷了一脸狗血，脸色一阵青一阵白。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挖空心思抓的死把柄，在张建国眼里连屁都不算。行了，签字，给钱。张建国一把夺过王丽手里的假结婚证，扫都不扫一眼，直接砸回表姐怀里。拿钱，立刻把你丈夫弄走，出了这个门，全当没这回事儿。接下来的流程快得离谱，财务那边光速筹好钱，120万整，哐当一下全打进表姐的银行卡。表姐利索地签完谅解书和保密协议，按下鲜红的手印，手机到账短信一响，我亲眼看见表姐的手猛地哆嗦了一下。紧接着，后勤部的人直接开出厂里的冷藏车，把那一袋血肉模糊的碎块拉去郊区火化场。整个过程，张建国全程派2心腹保安死死盯着，就怕表姐半路反悔跑去报警，一直熬到中午12点。保安打电话来汇报，亲眼看着尸体推进焚尸炉，骨灰也叫家属带走。张建国这才彻底摊成一滩烂泥，一场毁天灭地的雷就这么硬生生被120万给砸平了。下午，我随便找个借口偷偷溜出厂区，在厂外2公里的破旅馆里，终于见到了换下一身破烂行头的表姐。桌上赫然放着一张崭新的银行卡，密码是你生日，里面是80万，那40万我已经转走，我的外债全清了。我一把抓起那张银行卡，死死攥在手里，指甲深深掐进肉里，钱终于到手了。小雅的手术费够了，后续的治疗费也有着落了，压在胸口整整3年的大山，终于被彻底推平。李晓，姐劝你一句，这钱拿得太烫手，那个死在机器里的人到底是谁？你想过没有？我浑身猛地一僵，表姐狠狠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猛地站起身。不管是哪个倒霉蛋，这破事儿简直邪门到家了。那个厂长连死者身份都不核对，就急吼吼给我打钱，他心里绝对有鬼。我马上滚回老家，这辈子打死都不会再来这破地方。你也赶紧提桶跑路，这破厂子搞不好还要爆大雷。表姐头也不回地走了，我一个人在旅馆房间死死坐了半天。她的话就像根毒刺，狠狠扎进我心里。对啊，要是李珊就是我凭空捏造的假人，那昨晚半夜被绞肉机生吞活剥的那块肉到底是谁？凭啥有个大活人大半夜瞎晃悠在车间，还能顶替根本不存在的李珊去开机器？再说张建国的反应太反常了，平时发几千块奖金恨不得拿放大镜核对，
这次连死人是谁都不查，就眼都不眨掏了120万，这哪是给人赔命钱，分明是他在砸钱买平安。一个极其惊悚的念头在我脑子里像毒草一样疯长。这场意外压根儿就不是意外，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谋杀，而我为了贪那点空饷，为了给女儿凑救命钱，阴差阳错成了递刀子的帮凶。摸回工厂的时候，已经下午3点，车间机器轰鸣流水线照开，直接把所有罪恶的痕迹碾得粉碎，仿佛昨晚凌晨那场惨剧只是场恐怖梦境。我死死盯在工位，盯着电脑屏幕上的员工档案，手心里全是冷汗。要真是谋杀，凶手是谁？死在机器里的又是谁？想把这烂摊子刨根问底，必须去个地方，厂长办公室。死撑到快下班，我偷偷溜上2楼，确认厂长老狐狸不在里面后，直接掏出平时管行政资产的万能备用钥匙，悄悄拧开厂长办公室大门。屋里喷了刺鼻的空气清新剂，可还是压不住那一丝若有若无的血腥味儿。反手锁门，一头扎进他办公室里间的私人休息室，床底衣柜，连天花板检修口我都踩着椅子翻了个底朝天，连根毛都没有。就在我急得满头大汗，准备死心跑路时，余光突然扫到墙角那台立式大空调，白色塑料边缘上沾着指甲盖大小的暗红污渍，明显是没擦干净的血印子。心脏瞬间跳出嗓子眼，我猛地蹲下，拿手死命抠开空调下方的挡板，杂乱的管线和压缩机缝隙里赫然死死塞着一个缠满胶带的黑色塑料袋。我火速套上一次性手套，小心翼翼把那袋子拎了出来。袋子死沉，里面像是包着一坨衣服，费力撕开死结，一股令人作呕的浓烈血腥味直冲脑门，差点把我熏得当场狂吐。破袋子里赫然是一套糊满干枯黑血的男装，不光有血衣，还有一双皮鞋，一部碎屏手机和一块沾着血的手表。我强压住胃里翻江倒海，用2根手指死死捏起那块表，居然是块大金劳力士。灯光一打，表盘边缘那一处深深的划痕刺眼到极点。这块表我绝对认识，上个月发工资，厂里的隐形合伙人，也就是张建国的小舅子刘刚跑来厂里撒泼。刘刚就是个烂赌鬼，嫌张建国分红给少了，直接在财务室跟张建国大打出手。当时我正好去交报表，亲眼瞅见刘刚把这块劳力士狠狠砸在桌上，那道划痕就是当时刻出来的。当时刘刚指着张建国的鼻子破口大骂：张建国，你账目作假的证据全在我手里，不给500万，我明天就把你送进去。后来张建国硬把刘刚拽进办公室，两人反锁着门谈了整整一整个下午。从那以后，我就再没见过刘刚来厂里撒过泼。原来他压根不是没来闹，他是永远也来不了了。所有的线索在这一秒全部串联，炸出了一个让人头皮发麻的真相。张建国宰了刘刚，为了毁尸灭迹，他趁夜班车间没人，直接把刘刚的尸体塞进了绞肉机。可他绝对不能让人查出死的是刘刚，所以他盯上了人事系统里那个从不露面只上夜班的李珊。他故意伪造出夜班员工李珊违规，操作出意外的假象，只要厂里花钱私了，把赔偿金砸给李珊的家属，这具尸体就能光明正大拉去火葬场烧成一把灰。从此这世上再也没了刘刚，只有死于工伤的李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今早在会议室面对王丽查身份的质疑，张建国会暴跳如雷。他根本不是怕安监局，他是怕王丽死咬不放，查出那堆碎肉根本不是李珊。而我居然找人冒充家属，阴差阳错帮张建国完美闭环了这个杀人局。我特么居然成了张建国杀人抛尸的帮凶。我双腿彻底发软，顺着墙根滑坐在冰凉的瓷砖上。绝对不能说，打死也不能报警。警察一旦查清真相，张建国固然要吃花生米，可我伪造档案吃空饷，诈骗100万的事也得彻底曝光。我不仅得蹲大牢，拿命换来的女儿救命钱也会被全部追回。这可是沾着人血的钱啊！我哆嗦着手，把那块劳力士和血衣胡乱塞回塑料袋，死死打了个死结，必须把这些东西毁了。只要物证一枚，这破事就能永远烂在肚子里。就在我拎起塑料袋，刚准备起身逃命的瞬间，门咔嗒一声开了，有人进来了。林晓，你在这儿干嘛？我浑身猛地一哆嗦，手里的塑料袋啪地砸在地上。门口，王丽正阴冷地盯着我，她的视线像探照灯一样，死死锁在地上那个散发着血腥味的黑袋子上。大白天的不在工位干活，跑厂长办公室翻什么东西？那袋子里装的什么？我心脏瞬间停跳，差点背过气去。王丽那双涂着红指甲的手正死死指着我脚边的黑袋子，刺鼻的血腥味早就弥漫开来，根本捂不住。林晓，你抖什么？
我就知道你今天不对劲。那个找上门的农村泼妇更不对劲。120万，你俩分了吧，让我看看你这袋子里到底装着什么见不得光的东西。话音刚落，他猛地弯腰，一把抓向塑料袋，我像条疯狗一样扑上去，死死抱住袋子。要是让他看见里面的血衣和刘刚的金表，我就全完了。可我这几天熬得油尽灯枯，根本杠不过王丽。我俩在冰冷的地砖上疯狂撕扯，刺了一声，劣质黑塑料袋被硬生生撕开一个大口子，伴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腥臭，一坨硬邦邦、糊满暗红血块的男装掉了出来。紧接着，吧嗒一声脆响，那块金灿灿的劳力士顺着衣服缝隙咕噜噜滚到了王丽脚边。时间在这一秒彻底死寂，王丽脸上的得意瞬间冻结，死死盯着地上的血衣，目光又移向那块金表。我绝望地闭死眼睛，浑身血液凉透。王丽在厂里混了好几年，绝对认识这块表。果然，王丽手抖得像筛糠，捡起了那块劳力士。当他看清表盘边缘那道极其扎眼的划痕时，整个人像触电般狂抖了一下。这不是刘刚的表吗？王丽的声音因为极度惊恐，直接劈了叉。上个月他在财务室跟张建国干架，把表砸桌上磕坏了，我还帮着拉过偏架。他猛地抬头，像看怪物一样死盯着我，又看了看地上的血衣，一个恐怖到极点的猜想在他眼里迅速成型。昨晚躺在绞肉机里的根本不是什么李珊，是刘刚。张建国把他小舅子害死了。王丽倒抽一口凉气，一屁股瘫坐在长椅上，我烂泥一样瘫在地上，嗓子眼像塞了团棉花，眼前一阵阵发黑，底牌全翻了，等着我的绝对是万劫不复的无底洞。我本以为王丽会吓得连滚带爬出去报警，或者是拿这事威胁我滚蛋，但我大错特错，我严重低估了人性的贪婪。王丽度过了极度恐慌的几十秒后，死盯着手里那块沉甸甸的金表，眼神竟然一点点变得疯狂。她突然压抑地冷笑起来，笑声在空荡的屋里瘆人到极点。林晓啊林晓，我真是小瞧你了，难怪张建国今早连人是谁都不敢查，痛痛快快就掏了120万。他这不是赔工伤，他这是砸钱给自己毁灭证据。你弄来那个泼妇根本不是什么家属，是你找来帮张建国平事的通滚吧？王丽，这事儿跟咱没关系，你把表给我，就当什么都没看见，行不行？你疯了还是我疯了？王丽猛地窜起来，一把将血衣胡乱塞回破袋子。张建国那个铁公鸡，这种事都舍得掏120万。你说，我要是拿着这些东西去找他，他愿不愿意掏500万买我闭嘴？我猛扑过去，死死抱住他大腿。王丽，你不要命了！张建国是个人渣，你敢去敲诈他，他绝对会弄你。到时候连我也得被你拉下水。王丽狠狠一脚把我踹翻，贪婪已经彻底蒙蔽了他的狗眼。他现在的表情，活脱脱一个赌红眼的亡命徒。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你为了吃空香敢包庇他，老娘凭什么不敢要笔封口费？有了500万，老娘明天就辞职出国，谁还受张建国那鸟气？林晓，你给我把嘴闭严实了。你要是敢给张建国通风报信，别怪我不客气，我就跟别人说你是帮凶，找人骗了张建国120万，到时候你下半辈子就在大牢里蹲着吧，你那病秧子女儿就等着断药等死吧。他狠狠剜了我一眼，抱着那个散发血腥味的破袋子，踩着高跟鞋火速逃离了办公室。只剩我一个人，像滩烂泥瘫在冰冷的地砖上，如坠冰窟。王丽不仅顺走了血衣罪证，还顺带摘走了悬在我头顶的催命符。这女人蠢到家了，她根本不知道一个能把亲小舅子剁成肉泥的狠人心肠到底有多黑。张建国绝不可能乖乖掏500万，他只会想尽一切阴招，让王丽彻底闭嘴。而王丽一旦被做掉，张建国立马就能回过味来。到那时候，我绝对就是张建国砧板上的下一块肉，我绝对不能坐以待毙。为了小雅，我爬也得活下去。下午5点，我强撑着发软的双腿，摸去了医院。重症监护室外，隔着厚玻璃，死死盯着浑身插满管子的女儿。她才5岁，小脸白得像张透光的纸。林妈妈，钱都交清了，下周2的手术专家也张盖也排好了，孩子有救了。我死死捂住嘴，强忍着没哭出声，眼泪狂飙。我拿命赌来的钱，总算能把他从鬼门关拉回来，所以我更不能死。要是我进局子或者被灭口，这笔钱绝对会被收走。
小雅连手术台都上不去，我狠狠抹掉眼泪，眼神一点点结了冰。既然王丽非要作死，既然张建国非要杀人灭口，那我就趁着这俩疯狗互咬，亲手给他们挖个万人坑。第二天一早，厂里的气氛静得发毛。王丽今天破天荒化了大浓妆，坐在工位上，时不时盯着手机，嘴角狂压不住的往上翘。我心里跟明镜似的，他绝对已经跟张建国摊牌了。上午10点半，办公桌上的座机猛地炸响，电话那头，张建国的嗓子劈得吓人，活脱脱地狱爬上来的恶鬼。林晓，滚来我办公室一趟！我猛吸一口气，掏出手机点开录音，揣进兜里，咬牙直奔2楼。一推办公室大门，浓烈的烟味差点没把我呛死。张建国没坐椅子，而是死死背对着我，站在窗户根，百叶窗拉得严严实实，整个屋子黑压压的，透不过气。我捏着一把冷汗，压着嗓门开口：张厂长，您找我。张建国像生锈的机器，慢慢转过身，两只眼睛布满血丝，挂着乌青的大眼袋，可盯我的眼神毒得像条眼镜蛇。开口第一句，直接一刀捅在我的大动脉上。昨天下午你是不是来找过我？我心脏猛地一坠，老狐狸果然查到了，王丽勒索肯定提了空调的底。这节骨眼要是撒谎，他立马就能断定我和王丽是一伙的。我背着手死命掐了一把大腿，脸色煞白，满脸惊恐。张厂长，我是灵过，想找您对报表，可昨天下午您没在屋啊。而且我还撞见王主管从您屋里溜出来，怀里还死死抱着个黑塑料袋。张建国瞳孔骤然猛缩，脸上的横肉疯狂抽搐。你亲眼看见他拿走袋子了？他一步步朝我逼过来，压迫感简直要命。看见了，而且王主管今早还在工位上偷偷查出国际票呢。我半真半假，直接抛出这枚重磅炸弹。张建国突然暴起，一把死死掐住我的脖子，将我狠狠拍在门板上。我拼死挣扎，肺里的氧气被一点点榨干。你是个聪明人，林晓。张建国把脸贴上来。昨天你处理那个撒泼家属干得极其漂亮，我非常满意。可现在王丽那个不知死活的，居然敢拿那包破烂敲诈我500万，还约我今晚10点去废弃的2号仓库交钱换货。你替我去吧！张建国咬碎后槽牙，疯狂低吼，手上稍微松了点劲，留我半口气。他彻底撒开手，像看戏一样盯着我狂咳。张厂长，我去干嘛？你替我去给他送钱。张建国从抽屉里拽出一个死沉的黑旅行包，啪地砸在我脚下。包里是100万现金，告诉他剩下400万，明天转账。只要你能逼他乖乖交出塑料袋，林晓，我立马提你当主管，另外再拿10万赏你。可你要是办砸了，或者敢跟他串通一气来坑我，吞掉李山的那台绞肉机里绝对还能再塞进去2人。张建国的眼神已经完全是在看一具死尸了。我懂，张厂长，我拿命也把东西给您带回来。我浑身抖入筛糠，弯腰捡起黑包，踏出办公室那半步，我浑身早被冷汗洗了个透。张建国让我送钱，压根就没打算花钱消灾。2号仓库那破地方，监控早瞎了，800年连条野狗都不去。老狐狸是想拿我当诱饵拖住王丽，然后他再躲在暗处下黑手，把我俩这知情人一烧毁了。这黑包里的钱根本就是送我俩上黄泉路的买命钱。我死死勒住旅行包的带子，指关节攥得惨白。既然你下死手，就别怪我掀桌子，这场连环杀人局是时候收网了。下午我摸回医院，把所有预缴费全砸进账户。就算今晚我真被弄死在2号仓库，小雅的手术照样能顺顺当当做完。她能活命，能像正常小孩一样背着书包去太阳底下撒欢。捏着这张底牌，我心里的恐惧瞬间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股破釜沉舟的疯狗劲儿。张建国想拿我当枪使，挑唆我和王丽互咬，他好躲在背后把我们当垃圾一块销毁。那老娘就让他见识见识，一个被逼到悬崖边的当妈的到底能爆发出多大杀伤力。离开医院，一头扎进老城区的地下电子城，搞了一整套微型针孔加窃听器，死死封在外套的胸口内侧。紧接着买了一张不记名的黑卡，编辑了一条定时短信，短信统共就那么几句，刀刀见血。今晚10点，成交长明食品厂2号废弃仓库，有人进行杀人抛尸物证交易，死者刘刚，凶手厂长张建国。收信人直接填了110，定时发送
送卡得死死的，晚上9点50准时发射。搞定这一切，我猛吸了一口冬天傍晚刀子般的冷气，拎着那只死沉的旅行包，扭头直奔杀人黑厂。晚上9点半，工厂的夜班工人全进了车间，整个厂区后头死一般寂静，只有几盏破路灯在寒风里直晃荡。2号仓库缩在厂区最偏的死角，平时专堆报废机器，连个鬼影子都摸不着。我死死拎着包，深一脚浅一脚踩着杂草烂泥，一把推开那扇生锈的铁皮大门。仓库里瞬间冲出一股极其刺鼻的机油发霉味。借着手机微弱的电筒光，我一眼瞥见王丽正缩在一堆废铁架子后头，她死命把那黑塑料袋搂在怀里，满脸紧张又按捺不住兴奋。见我单枪匹马进来，他明显长出一口气，可还是像做贼一样死盯我身后。张建国呢？他怎么没来？王丽踩着高跟鞋逼近，目光像饿狼一样死死咬住我手里的旅行包。我拼命装出吓得浑身发抖的怂样，把包慢慢放在地上。张厂说他不想见你，怕压不住火。包里是100万现金，让你点点，剩下的钱明早打你卡上。一听100万现金，王丽眼珠子瞬间放出绿光，她跟疯了一样猛扑蹲下，一把扯开旅行包拉链，借着手机光，一沓沓红色的100元大钞直接弹了出来。王丽连喘气都粗了，伸手一把抓起最上头那沓钱，熟练的一扒拉。可就在下一秒，她的脸刷的全白了，她猛地把钱死命砸在地上，像条疯狗一样狂翻包底下的钞票。假的，全是假的！王丽厉鬼一样尖叫起来，声音在空荡的破仓库里渗人到了极点。破包里除了最上面薄薄一层真钱，底下垫的全是剪成一样大小的白纸。张建国这个抠到骨髓里的铁公鸡，连他们买命钱都舍不得掏真货。张建国，你敢耍我！王丽气急败坏，猛窜起来，一把薅起那个装血衣的塑料袋。林晓，你滚回去告诉他，这500万少一子儿都不行，明早见不到钱，我立马去报官。扔下狠话，他扭头就往仓库外头冲。就在这节骨眼，仓库生锈的铁皮大门发出一声震天巨响，哐当一下被人从外面死死锁死了。你要去哪儿报警啊，王主管？一个阴冷发毛的声音从最黑的死角里悠悠飘了出来。张建国倒拎着一把半米长的生锈大扳手，活像个索命厉鬼，慢吞吞从阴影里飘了出来。他脸上横肉疯狂抽搐，眼睛里全是赤裸裸的杀气。王丽吓得踉跄倒退2步，手里的塑料袋差点砸地上。张厂长，你别乱来啊！你的罪证全在我手上。张建国极其嘲讽的冷笑一声：只要你俩今晚全留在这儿，还能有鬼知道吗？他边往上逼，边拿大扳手一下下敲着铁架子，当当声瘆得人直起鸡皮疙瘩。王丽啊，王丽，平时在办公室你作威作福就算了，居然敢跑到太岁头上动厨。刘刚敢要我500万，我直接把他塞进绞肉机。怎么？你现在也想试试500万的滋味？王丽总算醒悟自己惹了什么变态恶魔，吓得双腿瞬间面条一样软，直接瘫坐在地。我不要了，什么意思都不要了，东西全还你。张厂，你饶了我吧，我对天发誓，半个字都不吐。晚了。张建国猛地抡起生锈大扳手，冲着王丽的脑袋死命砸了下去。王丽爆发出一声杀猪般的极度惨叫，疼得在满地烂泥里疯狂翻滚哀嚎。我死命缩进最黑的墙角，死死咬破嘴唇，连个屁都不敢放。我胸口藏着的微型摄像头正把这炼狱一样的一幕死死拍了下来。张建国呼哧呼哧喘着粗气，眼珠子红得滴血，一脚踹飞破袋子，再次抡圆了扳手，对准王丽的脑袋就要下死手。张建国，你杀了我，你也休想活！王丽在绝境里歇斯底里的疯吼。林晓全知道，林晓全知道，他还帮你找托儿冒充家属，你们全是罪人！张建国动作猛地一僵，唰地扭过头，毒蛇一般的目光死死锁住墙角的我。放心，他也跑不掉。今晚你们俩谁也别想活着迈出这道门。他拎着往下滴血的扳手，踩着死神步一步步朝我逼近。林晓，留你其实挺好使，可惜了，你这嘴知道的太多了。我抖成一滩烂泥，死贴着冰冷墙壁，拼死看了一眼手表，9点58分，警察绝对已经在狂飙的路上了。我必须死拖时间，逼着老狐狸把杀人底细抖个干干净净。张厂长，刘刚再怎么着也是你亲小舅子，你怎么能心黑到把他活生生扔进机器里？一听这话，张建国像被踩了尾巴的疯狗，突然仰天狂笑起来。我心黑，全是他逼我的。那条吸血水蛭，3天2头拿我当提款机，
场子是我拿命拼出来的，凭什么让他吸血？那晚他喝得烂醉，跑车间找我抢钱，还敢跟我动手。我火气一上来，拎起灭火器就砸了他的头。他自己找死，怪得了谁？张建国极其变态的得意冷笑。正好你捏造那个假李山能拿来背锅，花120万洗脱罪名，简直赚翻了。张建国死死逼到我面前，猛地把大扳手举过头顶。行了，废话够多了，林晓，乖乖上路吧。就在那把带血的死神扳手即将爆头的一瞬间，仓库生锈的铁大门被外面一股恐怖的蛮力一脚踹飞，几道能晃瞎眼的高光手电瞬间刺穿黑暗，死死对在张建国那张狗脸上。放下武器，双手抱头蹲下。震碎耳膜的怒吼夹杂着疯狂的脚步声，10几个全副武装的特警活像神兵天将，瞬间死死控爆了整个仓库。张建国被这突发阵仗彻底吓傻了，手里的杀人扳手哐当落地，整个人像滩烂泥死死瘫倒。俩特警生猛扑上去，直接把他死死按在烂泥里，冰冷的手铐咔嚓锁死。旁边断了胳膊的王丽早疼得死晕过去，直接被医护人员火速抬上担架。我死靠着墙根，双腿彻底废了，滑瘫在地，疯了一样狂吸冰冷空气。带队刑警大步逼到我跟前，扫了眼满地假钞和破袋子，眉头死死拧紧。是你报的警？我死命摇头，掐准时机装出吓破胆的样，眼泪像断线珠子往下砸。同志，我根本不知道谁报的警，我就是个小打杂的。厂长拿命逼我来给王主管送钱，还放狠话，不来就把我扔绞肉机里。我哆嗦着手，扯开外套拉链，露出胸口绑死的微型摄像头。我怕死，就自己搞了套针孔偷拍。他刚亲口承认就是他杀了刘刚。警察一把接过设备，眼神极其复杂的扫了我一眼，重重拍了拍我肩膀。脑子够用，命也真硬。起来，跟我回去做笔录。当晚深夜，杀人黑场被警方连夜彻底查封。铁证如山的高清录音录像，加上血衣和那块带划痕的金表，张建国的心理防线秒速崩盘。老狐狸彻底全招了，怎么分赃不均，怎么砸烂刘刚脑袋，又怎么借绞肉机毁尸灭迹，底裤都漏干净了。可一提到那凭空冒出来的李山家属，审讯室里的张建国直接傻了眼。他死咬着压根不认识那泼妇，非说是我跟王丽联手雇来的托。到了我做笔录，这边直接一口咬死不松嘴。同志，我真就是个底层牛马。那晚张厂长打电话逼我加班，说李山出事了。那家属第二天烫清早自己跑来厂区哭丧，张厂长急着捂盖子，当场拍板砸了120万私了。我哪来这通天本事骗走100多万啊？钱可是厂长亲手打进家属卡里的。警方立马顺藤摸瓜去查那张银行卡。表姐常年在黑道边缘疯狂试探，绝对的千年的狐狸。那卡早就是花钱买来的黑户卡，钱一进账，立马被光速拆分，层层洗白，最终去向神仙都查不出来。加上王丽为了在里头少蹲几年，躺在医院死咬是张建国雇托演戏，就是为了把这120万洗进他自己腰包。这下全场一致盖棺定论，那农村泼妇绝对是张建国雇的职业演员。连环杀人犯张建国长了100张嘴，也洗不清这笔巨款的下落了。毕竟打死都没人信，这么个抠门到变态的老板会被一个月薪几千的人士坑走100万。仅仅1个月，案子连根拔起，彻底结案。张建国故意杀人加毁尸灭迹，数罪并罚。一审直接吃花生米判了死刑。王丽敲诈勒索虽然没得手，但也赔了条胳膊，喜提3年大牢有期徒刑。至于我，警察查底档，确实查出我捏造李山吃空饷的烂账。面对盘问，我没藏着掖着，直接道出这3年的底细。但我死咬一点，搞假档案全是受张建国指使，帮他套现公司资金，反正死无对证，他百口莫辩。加上我偷拍的铁证成了破命案的王牌，绝对算重大立功。我又火速退了全额赃款，最终法院判了个职务侵占，缓刑1年，1天牢都不用蹲，只需要按时去社区点个卯。迈出法院大门那天，太阳出奇的毒，阳光砸在身上，暖透了骨头缝。我猛吸一大口自由空气，掏出手机，划开表姐发来的微信，是段视频。画面里，小雅穿着小病号服，坐在医院花园里晒着大太阳，惨白的小脸终于透出红血丝，笑得像个真天使。手术极其成功，医生发话下周就能办出院。死盯着屏幕里闺女的笑脸，我死死捂住嘴，瘫在法院台阶上，哭得像个疯子。整整3年，为了那个压根没投胎的李山，我天天走钢丝，差点把命搭进去。如今，这场修罗场噩梦终于被我亲手捏碎了。那座吃人的黑血工厂早被贴封条查封拍卖，张建国和王丽也罪有应得烂在里头。
我把手机死死按在胸口，迎着刺眼的大太阳，撒开腿大步奔向医院。这辈子最烂的牌已经被我彻底打爆了。从今往后，我跟我闺女必须清清白白、漂漂亮亮的活下去。